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樊启明。介绍这节的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启明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张将军，启明好，大家好。好，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讨论还是有关于这个白宫枪击案的后续哦。在中方方面也针对这件事情表达了一个最新的态度哦。中方的说是说这件事情他们已经关注了这起枪击事件，而且他们是一贯是表达了反对和谴责所谓政治暴力这样的一个行为。而随着这个时间上的一些这个发展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画面出来哈，主要就是让大家引起关注的，就是川普在整个在逃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跌倒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因为这个画面是呈现是说，就在逃跑的时候，川普他没有走几步路就一个踉跄，然后被半拉半拖着这个撤离，那是不是让人怀疑是不是吓到了腿软？那他受访的时候则是反驳，他是撤离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不是跌倒了，他是依指示必须要把身体放得很低，然后保持相关的一些安全。而他自己说的一句话是说，老实说我没有崩溃失态。而另一方面会造成的川普跌倒的，很可能是一个华裔记者在后方猛撞的这样的一个可能。这个画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出现了，这个画面是说这个华裔的记者协会的主席，他是 CBS 的这个新闻记者，他疑似为了要挤进这个特勤圈的保护圈，所以从后方撞到了川普，造成他跌倒。那一旁的特勤人员甚至一度还转头去盯了他，看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那随后呢，在记者会上面，川普则是一改过去跟媒体的互动，因为他之前对于媒体是非常非常的仇视，而且是常常就是骂媒体。那对于这个女记者是大力的进行赞扬。按照他的说法是说，他只想说他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出色，就这个华裔的女记者，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夜晚。而另一方面呢，川普除了赞扬这个女记者之外，对于这个特勤局的一些表现也大力的赞扬哦。他是说可以让这个活动持续的进行，他们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多，那非常非常的好。而另一方面，有这样的一个赞扬之后呢 ，FBI 的局长对于总统的赞扬，反而是大拍了这个川普的马屁。我们来听听这个局长的说法。Because you, Mr. President, inspire them 24/7, 365. You give them the resources that they need, and they know that you have their back. You saw the very best of America tonight. The very best unite us at a time of uncertainty because we have leadership here with the president, the vice president that backs law enforcement. 对，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局长在场来宾都说在拍马屁，他是说川普都是他们坚强的这个后盾，这是 FBI 局长针对川普对他的称赞做出了一些相关的回应。那这一场呢，这个记者的协会的晚宴里面，因为有非常多的官员。大难来头的时候，这些官员的表现也都被一一捕捉。在枪击发生当下，美国国土安全顾问他是把他妻子还怀孕，把他推在前面当人肉盾牌，这个画面被捕捉下来。而另一方面，美国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部长呢，他也是把自己的老婆先抛下来，自己就跑了。大难来头各自飞。那这件事情，枪击案后面也衍生出来一些所谓的政治阴谋，是不是有自导自演的这个阴谋论？是因为呢，在整个发生的当时呢，川普他3度因为遭到枪击，然后都出现一个摆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把那个姿态摆得非常非常的这个轻松自然那就有所谓的这个阴谋论，有很多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些用户就质疑当枪声响起的时候，特勤局冲到现场，他们竟然还让川普坐在那边，而且那时候还是呆坐，有一段蛮长的一段时间。难道他还想要继续演讲？他的支持率低到必须再策划一次的这个暗杀的这样子一个未遂这样的一个事件吗？因为多项的民调显示，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川普的支持度持续下滑，目前只剩下6个多月，整体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0%，所以有这样的阴谋论的说法。而另一方面，比较专业的说法也有出来，这个是一个退休的 CIA 特工，他说这件事情就是自导自演，因为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维护的章程
第一步骤就是要确保总统的安全，可是他们是先把这个范斯带走，所以这个是不是违背了相关的一些安全的规章跟规范？现场其他人都死了都没有关系，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奇怪。那川普则是回应为什么要先救范斯？按照川普是说，这个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出在他自己，因为他想要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他并没有太配合这个相关的安全人员对他的相关驱离动作。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整个枪击案有更多的细节曝光这件事情当然大家会检讨白宫或是特勤人员的维安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漏洞，因为有一个通道竟然被漏掉。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这场宴会发生的这个画面所显示，枪手是利用了在酒店里面有一个这个楼梯间，这个楼梯间好像安全上并没有做得非常非常的严实才避开了所谓安保监控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规范。而另一方面，这个署名就是这个涉嫌开枪的这个嫌犯呢，他则是留了签字文痛批川普，而且他是要大规模的要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枪击的计划，主要的目标就是川普，因为他在事前写了一个签字文，先留给了家人。在这里面，他还故意不提川普，可能对他真的是有一点瞧不起。他表示他的枪击主要的目标就是总统，可是没有提川普这2个字，他没有意愿再允许一个所谓的恋童癖、强暴犯还有叛国者，让他的双手沾染到他的罪行。对于川普，他是相当的不屑。而另一方面，他也提出了他预期的一个交战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则他是说他要先把这个政府官员全部都是他的目标，而且职位是由高到低，所有在场的官员他都是一个他要攻击的一个目标。按照这样的一个宣言的说法，川普则是怒轰他是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羞耻，他强调自己不是所谓的强暴犯，也不是所谓的恋童癖。我们先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整起事件？这个目前川普是不是跌倒出现这样的情形？我那个江伟嘉就是白宫记者协会的主办方嘛，那他筹办这个餐会筹办了8个月，因为川普都没有参加过，对，他说服他来参加，所以我想他们应该相当熟了，所以他才会称赞他。本来是敌人啊，2020年新冠肺炎的时候，对，有杠起来过，他们2个杠起来嘛，这位女士2岁去美国了，所以基本上就完全在美国长大了因为我是看到一些媒体在那边乱扯了，说是不是那女的是不是绊到川普了事实上是没有，是川普腿软我觉得是川普腿软了这个，可是那个现场真的，其实Ginny Vance不是得到指示跑出去，他是被揪出去架走的，被架走所以川普就是不要这样嘛，他觉得，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误会啦，因为有些人会乱传说是不是自导自演，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啦。可是为什么川普这么镇定呢？因为那个枪手没有闯进来，那个枪声是在外面那听说还开了6枪，可是在外面，所以我觉得川普大概知道那个警卫都还在嘛，所以他就觉得他要知道状况那可是还是很离谱啦，因为坦白讲，他带了2支枪一支手枪，散弹枪，还有一个手枪，还有一支散弹枪带散弹枪有办法进入希尔顿饭店，我就不知道这个还是美国总统在场的情况下，这个我实在难以想象，因为我以前当立委，我也参加过好几次这种场合，台湾严格的程度他竟然有办法带一支长枪进去，没有安排那个金属探测门这次有一个很大的漏洞，他直接冲过去，他等于是在安检门那个地方就开枪了啦，所以他并没有进入，没有过安检门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最值得检讨的，应该还是那个整个特勤出了状况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美国政治分裂的程度了，因为这位枪手，加州理工学院的，高材生，很优秀的精英分子那严重到他要诉出这样的手段，你就知道这个左右，这个加州理工学院又在加州是，所以我估计
我们也不要这样推论民主党啊，可是一定是反川普的啦。有捐钱给贺锦丽过啊，所以就是说，已经严重到诉诸极端手段，这个我觉得对川普未来的在外变的政治行动可能会有影响。是这个其实一个总统，他第一任也没那么严重嘛，第二任已经多次了啊，多次了。这也不要以为他不会成功啊，因为雷根也是发生过一次，不过雷根那一次他并没有在里面录，他是给录影带，可是他人是在外面遭到暗杀嘛啊，所以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美国现在内部的政治分歧那个激烈的程度，搞不好比美国对很多国家都还要大。是，这个大概是就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失败了，就没有办法透过沟通来修正政策嘛，非要搞到这个程度，那就非常糟糕。我们请苑老师。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啊，凸显了美国3方面的问题了。啊，第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我所知，这个艾伦的话呢，他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希尔顿饭店里面所举办的，然后他就是住在那饭店里面的人。前一天住进去。对，然后住进去以后呢，然后带了长枪短枪的话呢，然后从那个就内部的这个通道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匪夷所思，因为那个。这个就国安人员，那个巴特尔还好意思在那边拍马屁，那 FBI 不就是干这个的吗？对不对？结果后来，结果他已经冲去了。那个巴特尔的话呢，长的样子真的是，他其实就是从任命到执行的工作都是完全按照川普的意思。是，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川普本身已经搞得有一点天怒人怨，因为这个艾伦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他会觉得我觉得这个3件事其实都是叛国者啊，然后这个 pedophile 啊，就是恋童癖啊，还有这个 rapist 啊，这个我这中文都讲不出来啊，这个其实是最恶质的人了啊，最恶质的人，连坐牢恐怕都会危险的人啊，然后他基于这样的理由，然后这个人是高学历，啊，拿了很多奖学金，还拿了 NASA 的奖学金啊，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科技人才本来就不多嘛，加州理工学院就稍微介绍，加州理工学院不是一般的学校了啊，那它比这个啊，它是美国最尖端的一个科技学校啊，这个我相信是比这个比可能是要比 MIT 可能还要专注一些这个科技方面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才的话呢，那基本上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这是极大，因为美国是一个枪支非常自由的国家嘛，在这种情况下，那这个也是很难以想象，就是说一个有大好前途的人，在美国居然会干这种事情。而且我看那个影片，就是说他从内部通道里面，他的国安也带了枪就直接冲进去，然后我听到8声的，至少8声梆的啊在讲，然后大家都打懵了呢。很多人就是之前那个雷维特还讲说有那个什么。shot fired， 他那个用那个表达的意思，没想到一语成谶。然后第3个的话呢，我觉得非常难以想象的，真的匪夷所思，居然有人认为这是阴谋。川普被暗杀3次啊，被暗杀3次。那第一次还做了一副那个好像竞选的时候，然后第2次人家在那个屋顶上杀，然后第3次这一次，然后居然被认为是阴谋，你就知道，就是说美国这国家乱到什么地步，就那个总统。啊，就是不管怎么讲，也有30%的人是支持川普的。居然有人认为说这个是这个他安全人员的话呢制造出来的阴谋，制造出来的一个把戏啊。然后呢，要塑造川普非常勇猛的形象，但是跟我们这边的照片的感觉上是差很大。因为我看到的影片是川普第一时间有点懵。其实说实在话，我并不怪川普本身，那毕竟是一个80岁的老人嘛，那这走路起来的时候也没想办法要活动没有那么快，所以就这张照片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听到枪声的时候，是感觉上的反应上没有很快速，所以大家会了解到啊，顿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的感觉。对，我就感觉到说是那个反应没有感觉。那后来的话呢，川普要利用这个机会表现自己很勇猛、很勇敢。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他很明显的那个腿是软的，是因为我最近腿有点毛病我知道站起来腿软的那种情形卡马了，卡巴对，就是台语叫卡马，就是说他自己的话呢，我相信他是有一点问题，因为这个来的太突然，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这美国的记者协会里面所办的这个活动，那个安全人员的话呢，就是有义务要把做得非常好，那现在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真的是匪夷所思。好，我们请张将军。我认为这个出现可以就彰显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个安检的管制也好，安检的把关出了问题。你这个枪支那么大，又不是手枪，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掌心雷，那这个拿那么大的长枪就进来了，这个管制它的外围是怎么样？还内卫嘞，它是好几层的，那怎么样它能够突过外围，然后要准备要进入这个宴会大厅？换言之，这个出了很大的纰漏。那这个都有标准作业程序 SOP， 按照他们这个 SOP， 我认为出了问题，而且是最高等级的维安，总统绝对是最高等级，没有比总统高等级的维安了啦。你都会出那么大的纰漏，让这个拿了枪就进来，而且那个枪是长枪，不是我们讲的小枪。所以我认为安检这个它的标准作业程序是没有办法落实。美国是一个多文化，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人他有他的看法，那是不是你刚好就利用他就利用这些空档，利用这我们讲的空隙，或者没有落实到标准作业程序，他就来实施这一方面的动作。第二个，我认为美国的枪支管，因为美国枪支泛滥，美国3亿4千万人，3亿4千万，但是美国有4亿多支枪，4亿多支，每一个人都有1把枪，因为有的人好几把枪啊，所以美国的枪比人多，都在民间啊，所以每一年这个大概就有4万5千人因为枪击死亡。那这样的话，1年360，每一天都有114个人因为枪击死亡。所以枪支泛滥，我们看校园枪击事件，还有哪个那个办公的处所又是枪击事件，就此起彼落，层出不穷。枪支泛滥，每一个美国总统上来都在管制枪支，但是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管制枪支成功，是不可能的事情嘛？因为他有军工复合体嘛，这些做枪的他都要做生意啊。美国那个民间那些靶场，你要交了钱，你要冲锋枪，要步枪，要手枪，要来福枪，都可以打，就在民间都有枪嘛。那所以枪支泛滥，那在这一方面，我认为美国想要管制，我认为这个成功的几率不高。另外我们来看，从另外角度来看，这一次这一位杀手他是说川普啊恋童癖啊强暴犯啊，所以政治人物我认为政治人物要有高标准，不是你都当你这个强暴犯，你这个恋童癖你都当总统了，那他是不是就今天这个为民除害？都会有这个状况啊。他说他为民除害，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认为他是掌了正义的大旗，跟一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我认为政治人物要高标准，为什么？因为大家选出来了，结果选出来了，在那边做以前这些狗屁叨叨的事都出来了。那让这些选民怎么样去服气？他会铤而走险啊，对不对？他就这个为民除害啊，会对不对？他也讲到周楚除伤害啊，他来除害啊，都会有这方面的状况。好，川普除了要面对在国内这个暗杀的行动之外，在国外，特别是跟伊朗这个战争目前持续的进行，还有很多新的发展。最新的是一个在英国的基地，就是一个空军基地发生了重大的这个火灾。这个基地发生火灾是有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意义，这是英国皇家空军的费尔福德基地发生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火灾，是因为很多美军的军事行动就是用这个基地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后续的一些行为。那最近呢，也发生了很多反战示威，在这边进行抗议。这个机场呢，有部署美国空军的 B-52跟 B-1的战略轰炸机，它可以说是美国在欧洲核心的军事行动的一个枢纽。这个机场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画面上可以看到，整个仓库是火光冲天，而且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整个燃烧的这个明火，所以这个火是烧得非常非常的大。另一方面，这个滚滚的浓烟也直冲了夜空，所以这把火可能烧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有一些让大家有一些疑点。而另一方面，在伊朗方面，则是宣称他成功的摧毁了3枚的这个美国巨型的钻地弹，另外也销毁了超过了9500枚的这个所谓的子炸弹。根据伊朗的相关声明是伊朗革命卫队，他说他们发现
并且摧毁超过9500枚由美方战斗机它所投掷的这个子炸弹。那这些子炸弹主要是要污染，就是要攻击这个伊朗的一些基础上的一些设施。按照他们媒体的这些报道这些就是被他们所发现的。这个就是 GBU 五拐的巨型这个钻地弹，被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核的这个炸药，重达3万磅，在伊朗方面讲出了这些军事上的一些成果。而另一方面呢，在美军方面也有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他们紧急调派了林肯号，然后航母，然后要到这个伊朗来进行相关的一些部署。不过呢，它离伊朗是相当的远，它也没有到很近的地方，在离伊朗大概是200英里这样的一个距离。那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则是在阿联呢部署了铁穹，这是第一次把这个铁穹的防空系统放在这个阿联的这个位置，是主要是因为相关的一些攻击常常会攻击阿联，所以铁穹系统在这里帮助了数十枚的伊朗飞弹拦截住，所以这是铁穹系统第一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这些国家，可以看到战事不断的来进行这个后续的一些发展。而另一方面呢，美伊到底要不要谈？目前现在大家还是充满了一些未知数跟变数。那按照川普的喊话是说，你想打电话就打给我，我们有一个很安全的这个电话专线，有需求就赶快打电话来，赶快把这件事情来谈一谈。不过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外长他不想跟这个川普打电话，他先跑去跟普京可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战略上的一些战事上的一些报告。预计呢，明天会到这个莫斯科来会晤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伊朗这边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不是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案子新的一个提案？不过这都还没有证实。按照这个最新的一个方案是说，先开启荷姆兹海峡来结束战争，这是2阶段论。那所谓的核谈判要提到后续来进行后续的一些处理这是最新的一个说法，不过还没有获得相关的一些证实。另一方面，整个这个战局持续的发展当中，美国是不是面临所谓的双重的挫败？按照华府智库的警告，目前时间可能是站在伊朗的这一边有人会觉得战力好像打的这个伊朗很多基础设施的一些攻击非常的惨烈。不过如果从时间和影响力还持久力的战略博弈，目前很可能是伊朗占了上风。而另一方面，川普则是持续的有对伊朗有一些喊话，他突然对哈克岛发表一个很奇怪的言论他说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在3天之内会因为自然的因素自行爆炸，这是川普提出的一个警告。不过我们可以从这个卫星图像可以看到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情形。在凌晨2点37分所拍摄的哈克岛的影像，这2艘这个超级邮轮正在进行装载石油，并没有所谓3天就爆炸的一个情形。这个邮轮呢，目前也已经辨识出来他们的这个船籍的资料，是2艘由以色列公司所拥有的这个所谓的巨型的货柜船可是这个本来是以色列的，可是现在已经由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掌控，所以在这个石油上的一些输出跟这个石油的运补的一些作业当中，伊朗还是有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办法。我们请亮哥。这个英国这个空军基地起大火，没有发现有人丢任何的燃烧弹或者无人机攻击，没有不知道原因当然有可能是纵火因为这附近有很多反战的人在示威去抗议，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很麻烦就是到处都有反对他的人那欧洲坦白讲，除了英国之外，也没有积极支持川普的力量，也没有那这个地方曾经对伊朗做过一次成功的攻击因为这边是战略轰炸机嘛美国现在的局面真的是很难因为第一个是战争即将满60天，所以你川普即便要打，你能打多久那第二个是你的部队都已经在这里了，这个大军都已经集结，然后不动，这个也没有办法 hold 很久，
所以我觉得大概1个礼拜内他一定要做决定啊。现在的情况就是卡住了嘛，因为你看伊朗那种，有人说2阶段，有人说3阶段了。你可以看到伊朗第一个谈判就是停火，我觉得伊朗只要停火，后面那2个都是虚的啦，尤其放在最后面那个议题就是假的啦，核的部分，核武的部分啊。我觉得现在就是伊朗只要停火，那美国呢全部都要，是，这不可能有交集啊，怎么交集？因为目前川普说嘛，说伊朗因为内部分裂，所以没有好的方案啊。可是美国也一样啊，你美国并没有打赢人家，凭什么叫人家投降？美国的方案就是伊朗无条件投降的方案嘛，然后废除核设施，然后浓缩要交出来，然后这个霍普斯海峡要打开啊，这不就是无条件投降吗？可是你没有打赢呢，你战场上没有不能够得到的，谈判桌上就得不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估计啊，很可能会耐不住了，最后可能会打，可是也要迅速结束。所以这个战争就是很可能的局面就是美国又再打了，然后美国很快就说我赢了，啊，game over， 有一个下台阶了。不，因为他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打，是，别的方式打那60天的，5月1号就60天了，国会随时可以启动表决，那以目前的上次表决是213比214嘛，所以这个很容易输的啦，只要多1票就过了，所以我觉得目前的局面对川普是相当不利的。请张良军。在这个美伊战争来看的话，美国它是有军事优势，毕竟美国力量、军力、国力都强大。但是伊朗它有抗压优势，那抗压优势要聚焦好，那抗压优势到最后会比较强哦。所以时间是站在抗压优势，你来吧，你来我就陪你玩，要打那我们一起来打。那换句话说，因为在这个伊朗打仗，所以伊朗它以逸待劳，美国反而是劳师远征。按照《孙子兵法》，以逸待劳者胜，劳师远征者，在这个方面，他在负担上会比较大。那这样子，那时间上，那伊朗可以算出来，时间对他有利。因为美国要面对有3个状况。第一个，美国在军事上在第一集的是前面那40天，没有让伊朗屈服啊。美国已经穷尽洪荒之力，包含以色列。你说以色列他要打假球，以色列都玩真的，但是没有，就是轰炸了13000多个目标。伊朗我就是不屈服啊，我抗压力就是强，大家来玩继续玩嘛，来说哈。所以是这个状况，不能再打第2波，打第2波，第1波都已经没办法一举奏效了。是第2波的力量绝对是比第1波要来的小，那怎么玩下去？所以伊朗它就在旁边就有底气了。就最重要是没有一举奏效。美国跟以色列在兵力部署，它是低估了伊朗作战抵抗的决心跟实力。第二个，我们来看呢，国际不支持。你看，包含德国、包含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没有支持，他们不派任何战轰机进驻，也没有派任何作战舰。那派个扫雷舰吧，也不派。然后这不派没关系，那出个钱可以吧？他们1块钱都不出。那美国一看，那个川普心凉了。你们不派军队，你们出个钱也不出，所以川普就讲话的时候就稍微有点冷的，是对不对？你这些盟国，以后我们检讨，甚至要把西班牙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你不要请你帮忙，我飞机只是过个境，要不要请你帮忙？他连过境都不让他过境，那你要他绕到石破罗罗海峡外面去了，那就变成这个飞行的这个航线要转直角，而不是这个就直接点到点，所以很麻烦。那第3个呢？我认为川普面对的是国内压力，不仅是我们讲的国会、参议院也好，众议院也好，也包括老百姓。现在那个支持对伊朗动武的60%多反对，是那60%多那所以那个川普的满意度一直在下降。你说川普压力大不大？当然大。政治人物经过选举出来的，一定非常重视民调。你民调低，你会没有压力吗？因为大家都反对啊，大家都不支持啊，那你偏要硬干吗？所以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啊。还有国际上的压力，双重压力，内外夹攻，让人川普在这方面
举旗蓝地，要不然第二波早就打了，2个礼拜都过了，他为什么不打？我认为所以从另外角度来看，伊朗在这方面呢，它具有时间的优势，你看他这次把那个释放的那个影片，就是说 GBU 5拐那个钻地炸弹呐，对，那是最重要传统弹里面被核弹不要去讲，它最大的，它将近12公吨啊，这是非常巨型的。那问题是伊朗的地形很特殊的，它高山高原那么多，它这个山洞几乎一下去，光这个山的厚度是200公尺，钻地炸弹最大只能炸到60公尺就爆了，不能再往下钻了，因为这个泥土的那个阻尼的力量是很强的，到60公尺、70公尺嘣爆炸。这问题是距离那个目标物还有100-200公尺，哎，对，是这个样导弹都根本就打不到啊，那是没有办法，你只能炸洞口。那问题炸洞口，这个只要一停战告一段落之后，大山猫、小山猫、怪手拼一清，那不是都通了？里面是好的，洞口烂掉而已啊。它这个只是一个工程，把这个疏浚的过程而已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所以伊朗会看哦，时间是站在伊朗这一边，对美国来看的话，反而是不利。所以川普认为他要赶快要清理战场，因为不清理战场，延宕下去的话，那伊朗更有时间准备，更能够以逸待劳。那这样的话，那整个他的底气会更够哦。将来荷姆斯海峡经过伊朗控制，这个1个礼拜、1个月、2个月之后啊，哟，一下开放，一下不开放，一下开放，决定权不是在美国，决定权是在伊朗手上，那就不一样啦。那伊朗的话底气会更强啦。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只有美国能够管伊朗，结果美国还管不住。那这样的话，伊朗的底气啊，变成美国在那边暗中在帮他把底气抬起来了。是，叶老师，我们怎么看整个战火后续的发展？这个战火整个后续发展，就是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轻敌了。美国轻敌，美国因为呢，这个川普把大话说尽了以后，现在其实讲起来有点狼狈了。川普的狼狈的话呢，第一个部分的话呢，你跟他讲话的态势，他是极其被动的了。首先停火的话，无限制停火，永久停火，这是什么东西？你不打到一半突然停下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的话，它还不能够光无限制停火，光拖下去，到最后的话，伊朗就看明白了，看破把戏以后，大家要了解啊，如果你真的没有把伊朗收拾掉的话，以后中东的小霸王是以色列，中东的大霸王就是伊朗了。那所以大家要小心一点的。那伊朗的话呢，就是坐收成果啊，被打了一顿以后呢，现在的感觉上，如果没有把美国打败，这是让美国丢脸了。这是第一个原因啊，对不对？大家要了解到第二个原因的话呢，就是整体来讲的话呢，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川普讲的说3天内会有自然的原因，哈尔科岛会怎么样？就是其实川普听到了很多人的建议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迹象，就海克塞斯开除了又是陆军司令又是海军司令的，就是他们要登陆作战，拿人民不当回事，其他的那个军队的将领都讲说万万不可啊，不可你就滚蛋吧。所以说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说，川普认为说要打就要打得彻底，就是不能丢脸。但是呢，这个里面最大的麻烦就是说，伊朗这次看得很明显，他们已经做好了第一步消耗战。第二步持久战，而持久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整个去中心化，所以你杀掉他们的什么哈梅内伊什么的根本没有用啊。这个穆杰塔巴的话呢，到底有没有受伤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伊朗本身发觉美国拖不起。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会觉得说呢，在这个里面发展的态势当中，美国是越打越寂寞。大家的话呢，美国人现在问的原因，就以前就我所知，只要打的战争的理由是合乎正义的原则。美国人很疯狂的，非常爱国家啊！美国非常支持打仗的什么的，但是这一次的话呢，整个理由突然搞错了。一开始就觉得愚蠢，后来的话呢，就觉得无能，最后呢，发觉的话呢，就是束手无策啊。那么你在这种情况下，现在伊朗目前为止看清楚，我们隔得这么远都已经看得可明白了。伊朗现在只要拖，我们以前常常讲啊，那个赤脚的不怕穿鞋的，就这个道理。你再炸的话，也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听到前面消息讲说，你把那个飞弹发射口稍微整理一下，飞弹继续可以出得来。所以目前无人机剩一半。那飞弹发射壳的话，你有60%可以运作，那真正的飞弹的话，呢70%都还没动。你在这种情况下，它不管真的假的，你美国再来试试看。所以说，我现在可以感觉到最严重的问题啊，就是这里面讲消息说，为什么要先开放赫姆兹海峡，再谈核能的问题？因为大家要了解，赫姆兹海峡如果被伊朗真的是完全控制的话呢，那个俄国的那个梅德韦杰夫国家安全部这个主任。就是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这才是真正伊朗的核弹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它会影响到整个，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就我们这个东亚的地区的经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大陆基于这个立场，也不是希望说海上的自由航行权会被伊朗控制，因为免得引发的这种马六甲海峡啦、巴拿马运河这种各式各样的效应。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啊，他今天这里面消息讲说，这个阿拉格齐啊，就是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他讲说，我们这里头先跟这个伊斯兰马巴德的巴基斯坦谈完以后，我们要跟普丁谈了。对，跟普丁谈什么呢？谈了2件事情，一个呢就是装模作样，说说看，我看伊朗的这个浓缩铀是不可能拿过去到别的地方了，但是他基本上的话呢，就是要透过俄罗斯来决定他的这个战术后续的发展。是，所以我个人感觉到，这个美国可能在这场战争已经陷入了自己最不要的泥沼了。岳老师说，这个中东的战事，美国陷入寂寞。可是，在这个南海的部分，小老弟倒是很捧场。目前正在南海进行的美菲肩并肩联合演习，还加入了日本，因为这个是4月20号在这个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所启动的。那这一次呢，日本是第一次用正式成员国的这个身份来参与。相对于这个有日本、有菲律宾、有美国的肩并肩行动，解放军的南部战区也组织了所谓的妖洞拐编队，在吕宋岛以东的海域来进行相关的演训，而且进行实弹的射击。按照大陆国际这个问题专家特别有提到，这个是符合国际法的，同时也是有理有利有节的相关的一些回应。你在南海进行相关的一些军演，解放军就在这边进行编队，而且进行实弹的一些操演。而另一方面，我们再来看看，因为川习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现在进行倒数，川普是不是在一些讲话上比较有所节制？特别是针对他淡化了这个外界传出中国协助伊朗进行作战了。那川普的说法是说，他没有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情形，没有他中国的一些动作，他觉得没有让他觉得很失望。他说他不认为中国帮助伊朗很多，不会对此对北京感到非常的失望。而这场这个中东战事呢，美军在全国的威信是不是也出现了一个被检讨、威信尽失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从战争经济学来看，目前因为美军的这个供应链太过依赖中国，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些威胁。很多的弹药目前都耗损在这个中东的一些战事当中。那如果呢，美国是跟中国这种强大的对手来进行开战，军火的消耗速度可能会更快。以目前美军这样的一个水准，很可能会限制美国未来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的一些行为的一个能力。而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目前国力是不是有一些下降，亚太国家的军事支出必须要靠自己来出钱，也创下16年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增幅。其中日本就增加了9.7%。另一方面，我们来看看大陆在军武方面的一些发展。这个是这个检视防务的周报里面一个最新的一个卫星空照图，是说有拍到有一个满水量超过6万吨的超大型的补给舰。那这艘巨舰的舰体已经完全合龙，长度是高达了271公尺，宽度是37公尺。这可以被解读是一个全新设计的超级补给舰，这艘船是非常非常的大。而另一方面呢，美伊战争它也影响了一些商业跟生活上的一些习惯。目前是带旺了，按照这个标题的说法，是比亚迪出口等整个出口量大为增加，因为整个日系车然后停止了相关的一些供应，这些中东的商人就开始狂订中国车。目前因为这些中东商人他急需要用车，本来都是向日本来订车，可是现在紧急调整了采购清单，他要绕到杜拜，也要飞到北京，因为北京现在进行车展，他们划掉了丰田，现在可能排除了这个日系的车辆，换上中国品牌来补货，包括了比亚迪。目前可以看到，比亚迪这边也有一些非常豪气的一些说法。他说，即使没有美国市场，比亚迪的这个执行副总裁他有说到，他们也可以成功，也可以生存。对于自己的车业的一个发展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而目前他也
瞄准的不是美国的客户，而是满足包括像是巴西、英国还有欧洲在内各地区不断成长的需求。整个市场不只是美国，而且扩大到全球各地。而另一方面，北京车展方面也有美国的网红，他特地去进行相关的一些体验哦，他大力称赞技术是非常非常的先进，而且价格是很低廉，他不敢相信这些车竟然是在美国是不准出售的。那这个网红他带了很多的这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去参观了这些车展。那因为整个车展里面有非常多大陆发展的这个电动 SUV、皮卡，还有很多的这个概念车哦，所以让这些网红是相当的大吃一惊哦。他也特别提到，他说这些车竟然只要3万美元，那不到100万台币哦，而且配置是非常非常的齐全，在美国3万块美金你根本买不到任何，而且是电动汽车或是所谓的混合动力车。整个汽车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进步。我们请亮哥。美国的电动车是4万2起跳了，是特斯拉的。我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让它进美国市场，那特斯拉是大灾难，打趴了。我最近欧洲也开始那个年轻人开始买比亚迪啊，因为欧洲人你知道他那个内装人工智能就是做的不好嘛，是。那欧洲青年就觉得呀，他有新的体验啊。那欧洲大概是卖19万人民币，所以也差不多啦，也很便宜啊，跟我们比起来。他已经加过价，因为在大陆内部那一款大概只卖14万，14万人民币，对，14万、15万，所以目前就是这个状况哦。那这里面当然也有那个伊朗战争引起对石化能源的忧虑了，所以其实中国最近不是只有电动车了，它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电池啊、太阳能设备啊等等，各国也是在抢买。为什么呢？因为卡达天然气的供应，即便战争结束，也要3年才能恢复，很难恢复，是将近20%就没有了啊。所以大家大概都警觉到这些因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就叫国运，不知道怎么解释呢？中华海军这个动作其实是蛮大的，因为日本第一次参加美菲那个肩并肩的军演日本自卫队是第一次正式参加就中国大陆就派了这个107编队，实际上就是055了，是遵义舰他就带头了，那在旁边也做小演习实弹操演，所以这个有一点在别苗头了，就是说看看这个最新的军舰，怼回去啊，我们这个才叫军舰你们那个太旧了有这个味道是，因为一般到人家军演的地方，大概隔一个距离嘛，然后这边做监视，他这个不是直接到现场军演给你看就是比如说055那个垂发那个比美国还多那美国事实上在这个地方的军舰很多都超过30年了，这个态势我觉得可能会逐渐变成例行化，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日本蛮有意见，是，所以可能会展现他海军的力量所以等于是不客气了，就你要来这边弄，那我就展现我的力量给你看美国的供应链美国自己估计了，说他目前弹药的损耗要整个补充需要6年的时间，是6年打完这场之后要6年补充，所以你去想一想，那个爱国者飞弹耗损了54%，结果他现在说要42个月，爱国者飞弹才能够补充所以我们台湾还有3套在路上，是，我们台湾是跟另外17个国家排队，我们应该排第一吧？先把我们的拿过去，怎么可能排第一的一定是中东对了，还有北约以色列了。所以
我现在只有用那个爱国者飞弹这个项目，还有很多，其实每一个项目都类似的状况。还有萨德啊，什么都是。对，所以我说美国，我们现在看到了比军力啊，不是只有比技术了，还要比数量。是，那美国这个产能啊，显然是出了严重的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这一节我们请张将军。这个美国在这个伊朗战争中啊，他这个让美军在全球的威信尽失，我认为他犯了3个错误。第一个就是他火力不够，当初为什么战前没好好准备？到时候变成捉襟见肘，只能打40天，不能打下去。大家觉得在会上伊朗看到啊，火力怎么越来越弱了？那伊朗底气会越来越高，所以4天就这40天了。太有信心了。对，我认为这个是当初的时候没有想到伊朗是那么的硬，那这火力不够，甚至要从其他的国家来调拨，是让伊朗看到这一个短板。那第二个短板，我认为啊，今天战果，这以色列也好，美国去炸这个伊朗啊，战果鉴定是不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不然你如果战果鉴定是非常扎实的，不是吹牛，那伊朗还有哪些残存战力？伊朗的战力保存做得如何？你可以掌握得很清楚啊。现在有太空有人造卫星，那这个在空中所飞的有无人侦察机，那怎么搞的战果鉴定？结果失真了，让这个川普讲话说，伊朗90%的地面目标都被摧毁了，那结果一波接一波啊，那90%，那伊朗10%是有这个状况，那当初呢90%，那如果是发挥那还得了？我认为战果鉴定出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专业性是不是太过度膨胀，而压住了专业性？那让伊朗帮伊朗这个声势就抬起来了。第3个，美国从自始至终这40天没有派任何军舰通过荷姆斯海峡，他应该来一个威力征询，巡洋舰也好，飞弹驱逐舰威力征询通过荷姆斯海峡，看伊朗敢不敢挑战。没有派任何一艘军舰通过荷姆斯海峡，那伊朗就看出了，你那个海军不敢来做决战哦。你不是说我伊朗的海军全部被美军全灭了吗？那你为什么不敢来个威力征询？这个我认为在这一方面呢，这个美国的调兵遣将用兵在这一方面呢，是有一些改进的空间。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最后，我们请苑老师。我最近啊，对于这个绯红产业链的这个议题很有兴趣，是啊，因为原来的话呢，我确实认为啊，宣传有用，主角有用啊。像我们台湾很多人的话，不让你去大陆的话呢，就不知道大陆的进步。但是呢，这一场战争呢，创造了一个情况，因为你日本车的话，大家都知道，日本很弱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太依赖于这种国际的航道的自由航行权。那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船敢动啊，你包含中东自己的船，油啊、气啊都送不出来。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伊朗的话呢，准许中国特别可以说是很自由的航行，跟以前没什么改变。是。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露脸了。所以说我自己刚从深圳回来啊，那深圳的科技啊，我告诉大家，比亚迪只是其中之一啊，几百个州之一啊，那厉害的太多了。那一度的话呢，你原来啊，像大家都可以知道啊，你有的时候你是被人家看到。那你这些他厉害不可，比如张雪机车人家得冠军，那当然都看得到，那大家都很清楚。就这个我们不用讲，就是你这个绯红产业链根本就搞不过去啊，大陆自己很有信心。但我讲到日本中日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肩并肩呢，我先讲3套数字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417啊，第二个的话呢是126啊，第3个呢1400了。什么叫417啊？就是这个4月17号的话呢，日本的那个雷为了参加那个。驱逐舰为了参加肩并肩呢，就从台湾海峡经过慢悠悠的，对啊，你可以走台湾东部，你不走啊。这4月17号，自卫队自己马关条约131年纪念，你认为中国人不懂这事吗？然后第二件事情的话呢，126日本有126个国会议员跑去拜鬼庙，对不对？那你认为大陆不懂这什么意思吗？这不就挑衅吗？那1400呢，就是这一次的肩并肩的演习当中，日本自卫队不但首次派员参加，不是观察员了，真的有1400个人下去演习啊。那你认为这种事情的话，在大陆现在啊，原来是107啊，原来417之后就有133，现在107。